谁能想到，我一个顶尖化学博士，竟然会死于实验室爆炸。爆炸瞬间，我连遗言都来不及留。可当我再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没死，而是穿越到了一个修仙世界，而且还是宗门里最底层的废柴，灵根残缺，五行杂灵根，修炼3年，连筑基的门槛都摸不到。整个外门没有人比我更惨。更狠的是，我穿越过来的半个时辰前，这具身体的原主人被未婚妻当众撕毁了婚约。我柳如烟未来注定要成为金丹真人，你一个连筑基都无望的废柴，根本不配站在我身边。原主一口气没上来，当场气绝。我继承了这具身体，也继承了这份屈辱。我低头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灰色弟子服，堂堂化学博士沦落到修仙界最底层当杂役，我不甘心。可这个世界以实力为尊，所有人都告诉我完了。但就在我绝望的那一刻，奇迹发生了。我的眼前空气突然变得清晰无比，无数淡蓝色光点缓缓漂浮，每一个都有着极其规律的六边形结构。我居然能看见灵气的分子结构。更惊人的是，当我看向腰间的聚气丹时，瓷瓶瞬间变得透明，丹药内部密密麻麻的黑色杂质缠绕着少量蓝色灵气，杂质与灵气的比例高达7比3。原主吃了3年的丹药，7成都是废料，难怪修炼毫无进展。一个修仙世界炼丹1000年，居然没人知道丹药里7成是杂质，而我一个现代化学博士一眼就看穿了，这就是降维打击。传统修仙讲究感悟天道，炼丹全凭感觉，而我掌握着分子分离、提纯、萃取法，这些化学课上最基础的知识，在这里就是逆天神技。灵根残缺又如何？废柴又如何？从今天起，我要用科学横推这个修仙界。回到那间漏风的破旧木屋，墙上有裂缝，窗户只破了好几个洞，寒风吹进来刺骨冰冷，但我不在乎。我关上门，立刻开始了第一次实验，倒出一枚聚气丹，调动体内仅存的那点灵气，模拟萃取法，杂质被层层剥离，沉淀到底部。半个时辰后，一枚晶莹剔透，如同蓝宝石的丹药出现在掌心，纯度99%，是原来的3倍还多。我没有犹豫，一口吞下。下一秒，精纯的灵气如江河决堤，涌入4肢百骸，原本滞涩的经脉被冲刷得畅通无阻。炼气3层中期、后期、巅峰，瓶颈破碎，炼气4层、5层、6层、7层，1日之内连破4境。宗门天赋最好的内门弟子，从炼气3层到7层，也至少需要1年，而我只用了半个时辰，但这还不够。我盯上了桌上的符纸，传统画符全凭感觉，符文粗细不均，能量损耗极大。但在我眼里，符箓就是能量回路，符文就是电路，灵气就是电流。我用串联并联的原理，重新设计了烈火符的符文结构，每一笔的粗细、长短、角度分毫不差。片刻后，一张崭新的烈火符完成了。走到屋外，对着一棵碗口粗的大树轻轻一甩，一团比普通烈火符大3倍的烈焰瞬间爆发，大树眨眼间烧成焦炭，威力提升了3倍。我眼睛一亮，提纯的丹药，改良的符箓，拿到市场上绝对能卖高价。先赚一笔零食改善生活，然后买更多材料继续研究，完美计划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有一个人已经看了我很久。深夜，一阵清风吹过，带来一股淡淡的冷香。我抬头望向屋外，月光下，一道白色的身影静静站在那里。他穿着一身洁白的内门弟子服，脸上蒙着白纱，只露出一双清冷如寒星的眸子。来者是青兰宗圣女苏清月，百年一遇的冰灵根天才，无数弟子心中的女神。她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外门废柴的木屋外？我瞬间警惕起来。苏清月缓缓走近，在我面前3步远的地方停下，微微欠身，行了一个标准的同辈礼。一个高高在上的圣女，居然对我这个外门废柴行礼。师兄，你画符时是如何做到让每一笔的能量误差不超过1/1000的？误差1/1000。在这个世界，从没有人用误差这个词，更没人能一眼看出我的精度。我望向他的眼睛，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没有轻视，没有傲慢，只有纯粹的对知识的渴望。苏清月虽然是天才，但性格孤僻，不被人理解。他曾质疑丹经上凭感觉控火的记载，丹堂长老斥责为离经叛道。他曾独自闭关3个月，试图研究出精准控制灵气的方法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他和我一样，都是这个世界的异类，都不相信所谓的天道感悟，都在孤独地探索着，不被世人理解。我心中的戒备瞬间烟消云散。这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笨办法，不值一提。这不是笨办法，这是真正的大道。我研究了3年，都没能做到你这样的精度。你的方法比宗门传承的高明100倍。一个被所有人嘲笑的废柴，第一次被人如此认可，只因为我的方法。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苏清月见我沉默，没有强求，她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枚洁白的传讯玉符，双手递上。等你想交流了，随时联系我，无论你需要什么，我都会尽力帮你。我伸手接了过来，苏清月浅浅一笑，如冰雪初融，瞬间惊艳了整个月夜。那我就不打扰师兄了。他转身离去，白色身影消失在夜色中，只留下那股淡淡的冷香萦绕在空气中。我站在原地，手中紧握着那枚传讯玉符，久久没有动弹。我原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孤独地走下去，但现在我知道了，在这个陌生的修仙界，不是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懂我，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身为化学博士的我，穿越成修仙界废柴，本以为这辈子完了。可天亮时分，破旧木屋的门被轻轻叩响。开门那一刻，晨光里站着的竟是青兰宗圣女苏清月。她摘了面纱，身着素白长裙，左手抱着一沓泛黄手稿，右手提着食盒。昨夜彻夜难眠，想登门请教佛道，不知师兄可否方便？我侧身让他进屋。整个宗门只有他对着我这个废柴，始终保持着平等与尊重。木屋十分简陋，只有一桌两椅。苏清月铺开手稿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3年来的推演记录。他详细记录了每一笔符文的能量损耗，甚至尝试用模具规范线条。我指尖拂过字迹，瞳孔微缩。这些思路竟和电路原理不谋而合。他只是被困在传统修仙的认知里，只差一层窗户纸就能捅破。我拿起笔，同时画下了串联电路的原理图和烈火符的基础符文。天道感悟只是对未知的敷衍，画符的本质就是能量回路的搭建。苏清月的眼睛越睁越亮，像在黑暗中独行3年的人，终于看到了光。原来不同位置的线条本该有不同粗细。按照我的指点，他只用了半个时辰就画出了改良版的烈火符。他走到屋外，对着院中的巨石激发符转，一声巨响轰然炸开，火焰冲天而起，威力足足翻了2倍，能量稳定的没有一丝散逸。他回头冲我笑，笑容干净纯粹，像冰雪初融。可就在这时，院门被人一脚狠狠踹开。赵浩带着3个狗腿子闯了进来，张口就骂：废物，敢勾搭我的女人，还敢勾搭圣女，活腻歪了！他早就极度的发疯，昨夜圣女造访的消息传遍外门，他一夜没睡。在他眼里，我是泥里的垃圾，苏清月是天上的明月。可高高在上的圣女竟然对着废柴笑，这让赵浩脑子嗡的一声，挥拳就朝我砸了过来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早已不是原来的废柴。我侧身避开攻击，指尖弹出2张改良麻痹符。赵浩浑身一麻，灵气瞬间滞涩，僵在原地动弹不得。剩下2个狗腿子见状，立刻冲了上来。我脚下踩着最优步伐，轻松避开所有攻击。我双手结印，3张触发式陷阱符精准落在他们脚下，冰层瞬间冻住几人的双腿，麻痹灵气顺着经脉蔓延。10息之内，3人全军覆没。我走到赵浩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废物吗？我一道灵气抽在他脸上，这一巴掌还你之前对原主的欺辱。赵浩连滚带爬的跑了，连句狠话都不敢留下。苏清月却根本没看这场闹剧，拉着我就往屋里走。那触发式符纸是怎么设计的？他的眼里只有符道原理，没有半分其他的心思。我失笑，拿起笔画下了感应电路图，像水流开关，灵气波动自动闭合回路。阳光透过破窗洒在2人身上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成了此刻最动人的旋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给苏清月讲解萃取原理和电路设计，苏清月为我补齐丹符传承、灵气特性与宗门规矩。苏清月的画符水准与灵气控制突飞猛进，我也在她的帮助下快速熟悉了这个修仙世界。可很快问题便出现了，研究与修炼都极为消耗灵石，我的修为已达炼气7层巅峰，急需更高级丹药，可原主一穷二白。拿着提纯的聚气丹与淬体丹叹气，想去访时卖掉，又怕被人坑骗。苏清月拔开瓶塞，浓郁纯正的丹香瞬间弥漫开来，看着银蓝通透毫无杂质的丹药，他满眼都是赞叹。访事鱼龙混杂，我带你去宗门丹堂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们来到了青兰宗丹堂。苏清月带我进入内堂，对着一位灰袍老者行礼。刘执事。刘执事是金丹期丹师，也是宗门内唯一不反对苏清月研究精准控火的人。想给您引荐一位丹道奇才，凌晨师兄的丹药品质远超宗门标准。刘执事上下打量着我，外门弟子，炼气7层，怎么看都与奇才无关。他客气地接过瓷瓶，漫不经心地拔开了瓶塞，浓郁丹香飘出的刹那，他的脸色骤然巨变。他倒出聚气丹放在测灵石上，数字飞速跳动，最终停留在99%。99%的纯度！周围的丹师与弟子纷纷围拢过来，现场瞬间炸开了锅。宗门最好的丹师也才练出7成纯度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丹药是我提纯的，这里还有3枚淬体丹。检测结果显示，淬体丹的纯度同样达到了99%。刘执事激动地站起身，看向我的眼神从客气彻底变为敬畏。聚气丹1枚50块灵石，淬体丹200块，价格比方士高出2成。普通聚气丹不过10块灵石1枚，这个价格堪称天价。我点头同意了这笔交易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阴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：刘执事，这么大的事，你就这么定了？黑袍老者带着几个长老走了进来，此人正是丹堂首座玄阴长老。他目光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瓷瓶，眼底满是贪婪。外门弟子炼出这种纯度的丹药，定是用了邪门歪道，交出秘法，人扣在丹堂。他是圣女带来的人，圣女又如何？丹堂有丹堂的规矩，来历不明的丹法绝不能在外流传。
他身后的长老纷纷出声附和，个个虎视眈眈。这能逆天改命的提纯手法，没有人不想要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不过是来卖个丹药，竟会遇上这般强取豪夺的场面。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苏清月已经一步上前，挡在了我的身前。凛冽的冰灵气轰然爆发，毫无畏惧的直接对上了玄阴长老的威压。我带来的人你也敢扣？林晨师兄的提纯手法是堂堂正正的大道，丹堂想强留他，问过我了吗？你为了一个外门废柴要跟我作对？他不是废柴，他是我认可的人，谁敢动他，就是跟我苏清月为敌，跟整个清月峰为敌。想扣他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整个丹堂瞬间鸦雀无声，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圣女竟会为了一个外门弟子当众叫板玄阴长老，甚至不惜赌上整个清月峰。玄阴长老的脸色青白交替，僵持了片刻，最终重重冷哼一声：“好得很，圣女大人。”他恶狠狠地瞪了林琛一眼，带着身后的长老们愤然离开。危机彻底解除，刘执事长舒一口气，连忙为我结算灵石，一共1100块。他还额外给了我一枚丹堂贵宾令牌，凭此令牌可8折兑换各类药材。两人走出丹堂，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今天谢谢你了。谢我做什么？两人并肩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欢声笑语随着晚风轻轻飘散。可我们都不知道，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悄然酝酿，而宗门外门大比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。1100块灵石沉甸甸地握在我的手里，这是我在这个修仙界赚到的第一桶金。可我没有急着挥霍，而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。我要建一间实验室，那是一间能精准控制灵气浓度、温度、湿度的密闭空间，还要搭配一套能精准计量灵气数值的工具。换做宗门里任何一个人，只会觉得这是异想天开。可苏清月听完我的想法，眼睛亮得像成了星光，当场就要帮我一起建，连选址都替我找好了。他选的地址是外门后山那处闲置的石屋，背风向阳，足够僻静。苏清月用冰灵根加固墙体，做出交替的隔温层，把室内温度误差锁在了正负1度。我用现代工程学的原理，在石屋内划分出了炼丹区、画符区、数据推演区2个不被世人理解的人，花了3天3夜，造出了修仙界第一间科学实验室。但这仅仅只是开始，我没有急着开炉炼丹，而是先着手拆解各类药材。传统炼丹的手法是把所有药材一股脑丢进丹炉，有效成分能留下30%，就已经算得上丹术高超。我要用分布萃取法，先把每一味药材的有效成分单独提纯，再按照精准的比例进行融合。苏清月只看了一眼我的操作，就推演出了全新的分布炼丹法，甚至还补充了冰灵根低温萃取的细节。什么叫天才？只需要捅破一层窗户纸，他就能自己推开一整扇门。半个时辰后，丹炉开启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丹香，只有一缕极其内敛的清气。3枚通体澄澈，如同冰晶般的丹药静静躺在炉中。半个时辰后，丹炉开启，测灵石上的数字让苏清月的呼吸猛地一滞，99.99%，比之前的提纯丹又提升了一个量级。这已经不是丹药，这是纯粹的灵气结晶，吸收起来没有丝毫滞涩，更不会留下丹毒。但是我没有停，又拿起朱砂笔，这一次把符文的线条优化成流线型，减少灵气阻力，增加导流结构。一张全新的疾风符实习完成。苏清月拿起符纸，走到室外激发，白光闪过，她瞬间出现在百丈之外，速度提升了5倍，灵气消耗只有原来的1/3。你这哪里是改良符录，你是重新定义了符道。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我体内的灵气轰然移动，吸收了那枚极致纯度的聚气丹，修为冲破炼气7层壁垒，一路飙到炼气9层巅峰。从废柴到外门顶尖，不过几日功夫。外门大比的报名今日截止，我已经替你报了名。苏清月从储物袋里拿出一张烫金的报名册，递到了我面前。他懂我，我要的从来不是偏安一隅的偷偷修炼，我要让整个青兰宗都看到我走的路。我接过报名册，指尖拂过自己的名字，眼神无比坚定。好，我去。两人都没注意到，石屋之外的密林里，一道黑影正死死盯着屋内的灯光。赵浩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他没想到自己当众被打脸羞辱，非但没能让我身败名裂，反而让我和圣女走得更近，修为还一路暴涨，激斗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脏。他低头看了看左袖里藏着的东西，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。凌晨，你想在大比上出风头，我让你活着走不上演武台。锣鼓声震天响起，万门大比正式开启。高台上的长老们目光大多落在赵浩和几位种子选手身上。灵根残缺，就算临时抱佛脚到炼气9层，又能有什么用？议论声不断传入耳中，我却毫不在意。我盘膝坐在选手席上，闭目养神，对周围的嘲讽充耳不闻。第一轮比试很快就轮到了我，对手是外门小有名气的弟子，炼气7层巅峰，一手烈火符用的炉火纯青。我劝你直接认输，免得被烧得皮开肉绽。大家都知道，你就是个靠女人撑腰的废物。出手吧！3张烈火符瞬间爆发，熊熊烈火封死了我所有退路。全场惊呼，
所有人都以为我必败无疑。可就在烈火即将烧到我的瞬间，我动了，身形如同鬼魅，瞬间避开所有冲击，指尖一弹，一张改良麻痹符悄无声息飞出。那弟子还没看清我的动作，便浑身一麻，灵气滞涩，直挺挺僵在原地。一息功夫，比试结束，一招就一招，全场瞬间安静，随即爆发出震天哗然。接下来的比试，我一路高歌猛进。第二轮，一招疾风符近身，一掌震飞，练气8层对手。第三轮，陷阱符限制行动，一招制敌。第四轮，对阵外门排名第3的练气9层弟子，对方使出宗门顶级功法，却被我用改良符箓精准打断了灵气运转。从开赛到现在，所有比试全是一招解决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招，没有拼死搏杀的惨烈，每一次出手都精准到了极致，用最小的灵气消耗达成最有效的攻击。整个演武场从最初的嘲讽质疑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欢呼，无数灵根平庸的外门弟子疯狂喊着我的名字，他们仿佛看到了无数平庸弟子的希望。玄阴长老坐在角落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他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强的实力，他眼中闪过一丝阴狠，悄悄给台下的赵浩传音：决赛直接用暴血丹，就算杀了他，由我给你兜着，务必把他的神魂留着，我要知道他的炼丹秘法。赵浩听到传音，眼中闪过一丝疯狂，狠狠点了点头。他看着不远处的我，眼中满是怨毒。原本他才是这场大比最瞩目的种子选手，可现在所有光芒都被我抢走，所有人都在喊我的名字，就连圣女的目光也全程落在我身上。决赛开始，我的对手正是赵浩。演武场的气氛瞬间被推到了顶峰，一边是横行外门多年的炼气9层巅峰天才，背后有玄阴长老撑腰；一边是从废柴逆袭一路一招碾压，用智慧打破所有规则的黑马。这场决赛注定要载入青兰宗的史册。就在这时，苏清月的声音通过传音入密，清晰地传到我耳中：凌晨，小心，他左袖里藏了暗器。我脚步一顿，抬头看向高台上的苏清月，她正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担忧，却也带着绝对的信任。我对着她微微点头，我早就料到了，因为之前的恩怨中，她肯定会用尽手段。我缓步走上演武台，站在赵浩对面，锣鼓声再次响起，决赛正式开启。赵浩面目狰狞，猛地拔出腰间长剑，炼气9层巅峰的灵气轰然爆发，席卷整个演武台。林晨，你抢我的风头，抢圣女的关注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的小聪明一文不值。我要在所有人面前废了你，让你永远抬不起头。可我站在原地动都没动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缓缓抬起了手，灵气开始在我的指尖疯狂汇聚，按照化学里的爆炸反应原理，高速压缩碰撞，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从我身上缓缓散开。你以为靠着那些毒针就能赢我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演武场，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杀意。在绝对的科学面前，你这点手段不值一提。今天我就让你让整个青兰宗都看清楚，你们引以为傲的天赋和修为，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堆可以被计算拆解的数据罢了。话音落下，我指尖的灵气瞬间亮到了极致，整个演武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高台上的苏清月猛地坐直了身子，手悄然握住了腰间的长剑。玄阴长老眼中满是贪婪与期待，宗主的目光死死锁在我的指尖，眼中满是震惊。这场最终的对决一触即发，锣鼓声刚停，赵浩就动了，但他劈出去的那一剑是假的，真正要命的是他袖子里无声射出的3道毒针，淬了见血封喉的阴寒剧毒。全场观众都在惊呼：宗门大比禁用毒气。可我站在原地，连眼皮都没眨，因为在我眼里，毒针不是暗器，是一道初中物理题，弹道、流速、分子结构全拆得干干净净。我随手一弹，3道灵气刃精准撞在针尾，毒针像被台球杆借力打力，原路返回定在赵浩身边的柱子上，全场死寂。赵浩懵了，但我没打算放过他。我抬头看向高台上脸色铁青的玄阴长老，笑了：赵浩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玄阴长老眼神怨毒的像要吃人。赵浩彻底破防了，他掏出暴血丹，一口吞下，经脉暴涨，皮肤血红，修为从炼气9层硬生生冲进筑基期，地面开裂，灵气席卷全场。完了，炼气打筑基，死定了！苏清月拔剑起身冰凌，气蓄势待发。暴血丹不过是劣质兴奋剂罢了。我终于抬起一直背在身后的手，指尖上悬浮着一枚淡蓝色的光球，里面压缩着1000倍的灵气分子，高速碰撞、旋转，然后弹了出去。光球撞上赵浩的长剑，没有巨响，只有一声轻微的噗，冲击波像潮水一样涌进赵浩体内，精准打散了他暴走的灵气，药力瞬间瓦解。赵浩瘫倒在地，口吐鲜血，
修为废了一半，然后全场炸出震耳欲聋的欢呼。外门弟子凌晨胜。宗主站起身，高声宣布胜者。台下疯了，所有人都在喊我的名字。苏清月收剑笑了，但角落里玄阴长老盯着我的背影，眼神里写满4个字：不死不休。大比落幕的当天，我的名字就传遍了青兰宗。宗主当众宣布将我升入内门。回到洞府，我拿出了所有提纯的丹药，超高纯度的聚气丹、淬体丹、筑基丹。苏清月为我布下聚灵阵，冰灵气将温度锁定在最精确的数值。放心突破，我为你护法。我盘膝坐下，吞下筑基丹，精纯到极致的灵气瞬间爆发，如奔腾江河涌入4肢百骸。传统修士筑基，少则3天3夜，多则数月，可在我这里3个时辰一次到位，丹田气海完美扩张。筑基期壁垒如同纸糊，一日筑基，从炼气3层到筑基期，他只用了不到半个月。苏清月当年也用了整整1年，可凌晨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袭来。3日后，长老大会紧急召开，玄阴长老联合7位保守派联名上书，核心只有一件事：我的修炼之术是离经叛道的邪术，必须明令禁止，废除我的内门弟子之位，废掉我的修为。消息一出，全宗哗然。我青兰宗立宗1000年，向来以感悟天道为正道。临尘不修灵根，不悟天道，专搞旁门左道，这是要毁我宗门道统。身后7位长老纷纷附和，殿外围满了弟子，无数灵根平庸的人紧张地看着。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，如果我倒了，他们就永远只能被踩在泥里。我缓步走进议事殿，苏清月寸步不离，跟在身侧。庶子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我提纯丹药，改良符箓，让灵根平庸者也能出头，这何罪之有？你那是歪门邪道。灵根是什么？不过是灵气的传导介质。灵根好，只是传导效率高。难道效率低就不能通过优化线路提升利用率吗？殿内众人一头雾水，只有苏清月眼中闪过一丝了然。进来吧。5个穿着灰扑扑杂役服的弟子低头走了进来。这5人都是宗门最底层的杂役，5心杂灵根，修炼10几年，最高才炼气2层。带几个废柴过来，想让他们给你求情。我只给他们讲了3天的课，现在让他们自己展示。5个杂役弟子齐齐上前，拿出各自的瓷瓶和符箓。5枚聚气丹，通体莹润，纯度全部达到65%以上，比丹堂普通丹师炼的还高。火焰符的威力也比一般的火焰符强。殿内瞬间死寂，所有人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。10几年停留在炼气2层的杂灵根废柴，只学了3天就能炼出这种品质的丹药，真的有65%纯度。你说我的道是歪门邪道，那我问你，我的道能让最平庸的杂役弟子炼出高品质丹药，画出高威力符箓，能让他们摆脱一辈子当杂役的命运。而你奉为归虚的天道感悟，除了让少数天赋者高高在上，给了这些普通弟子什么？真正的道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特权，而是能让更多人走得通的路。我的科学修仙之道就是这条路。我的科学修仙之道就是这条路。殿外的弟子瞬间沸腾，无数灵根平庸的人红了眼眶，齐齐躬身行礼。请临首座传法，我等愿学。声浪震的宗主殿嗡嗡作响，玄阴长老浑身颤抖，脸色惨白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宗主缓缓站起身，眼中满是动容，他对着我深深一拱手。凌晨是我青兰宗格局小了，从今日起撤去丹福堂，立科学道院，由你担任道院首座，全宗上下所有弟子皆可入道院学习。一句话彻底定了乾坤。我以一己之力在青兰宗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道统，我的名字开始向整个青兰大陆扩散。无数宗门的修士都听说了青兰宗出了个奇才，不用感悟天道，只用规律就能让杂灵根弟子脱胎换骨。可我没有被虚名冲昏头脑，我和苏清月一头扎进实验室，为即将开启的上古秘境做准备。秘境里的上古传承才是真正的战场。月夜，实验室灯火通明，苏清月端着一杯温热的灵茶走过来，放在我手边。歇会儿吧，你都推演1天了。我接过茶杯，看着月光下他清冷又温柔的眉眼。谢谢你，从始至终只有你一直信我，懂我。苏清月弯眼笑了。你走的路是真正的大道，我能做的就是陪你一起走下去。就在这时，桌上的传讯玉符突然亮起，宗主的声音传来，带着凝重。凌晨，清月，秘境提前开启了，玄阴长老的一众心腹已经先行进入，目标直指上古传承。你们速来山门集合。我和苏清月对视一眼，该来的总会来。我拿起桌上早已准备好的改良符箓和丹药，还有我最新研制的灵气电磁炮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玄阴长老想抢传承，正好，我倒要看看是他的老古董功法厉害，还是我的现代科学更胜一筹。苏清月握紧腰间的长剑，清冷的眸子里战意
凛然。走，秘境里的传承该有它真正的主人。两人并肩走出实验室，月光洒在身上，将两道身影拉得很长，紧紧相依。上古秘境的入口如同巨兽张开的黑色大口，宗主立于秘境门前，神色严肃地再三叮嘱众人：秘境凶险万分，尔等切记，同门之间严禁互相残杀。我与苏清月并肩踏入光幕，光幕之后的景象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秘境之内遍地残垣断壁，巨大的上古傀儡残骸半埋在碎石之中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稠的几乎凝成实质的灵气。在我的视野里，秘境中的灵气不再是游离的光点，而是按照某种规律缓缓流动的能量河流。这里的灵气流动像是一种能量循环系统。你是说，整个秘境是一座巨大的阵法？话音未落，地面猛然震动，一尊高达3丈的上古战斗傀儡从废墟中站起，猩红的双眼瞬间锁定了在场众人。傀儡抬手一掌拍下，2名弟子当场被砸进地里，生死不知。恐慌瞬间在人群中蔓延开来。这傀儡是上古机关术，林晨不是号称精通各种秘法吗？让他去破解。这是明晃晃的借刀杀人之计。苏清月握紧手中长剑就要上前，却被我抬手拦住。我平静地看着不断逼近的傀儡，目光精准落在他胸口的晶体之上。任何机械装置都有控制核心，它的核心就是那块红色晶石。我指尖亮起一枚压缩到极致的蓝色光球，光球并未对准傀儡，而是飞向傀儡左后方3步处，一块毫不起眼的阵纹石板。光球飞出，精准命中阵纹中心，整座阵纹猛地一按，傀儡的动作瞬间凝滞，如同被掐断了能源。所有人都瞪大眼睛，看着刚才还无可匹敌的上古傀儡僵在原地，如同废铁一般。玄阴长老脸上的阴笑还没来得及收起，瞬间僵成了极其难看的表情。他本想借傀儡之手除掉我，却没想到反而让我再一次出尽了风头。我走到傀儡脚下，捡起一枚从阵纹中弹出的玉简，伸手探入其中，里面记载的是上古能量核心的完整构造图。苏清月快步走到我身边，看清玉简中的内容，呼吸微微一滞。这是失传的灵力炉核心术。我将玉简收入怀中，抬头望向秘境最深处，那里的灵气流动最为湍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沉睡中缓缓苏醒。走，真正的传承还在里面。我转头看向玄阴长老的刹那，脚下地面骤然塌陷，黑色小帆布下的陷阱彻底被触发。苏清月惊呼出声，瞬间催动寒冰剑气出手，招式却被不断坠落的巨石强行截断，碎石崩塌，大地开裂，两人被断裂的地面硬生生隔开。我重重摔落在坚硬石板之上，乱石不断砸落。我迅速翻滚身形，躲进一处狭窄甬道，头顶裂缝被巨石彻底封死，四周陷入无边死寂与黑暗。我开启神识视野，一座埋藏地底万年的上古丹房缓缓展露全貌。丹房四壁刻满失传炼丹铭文，丹房正中一尊古老青铜丹炉静静伫立，炉身覆满铜绿，依旧散发着摄人温热。丹炉旁石台之上，一具白骨盘膝而坐，指骨紧握一枚玉简，骨骼缝隙遍布岁月裂痕，白骨胸口骨骼尽数断裂，伤痕狰狞，明显是被内部爆炸强行震碎。我缓步靠近，释放灵气，全面探查周遭，确认无残留阵法与机关隐患。我伸手取下白骨手中的玉简，神识沉入瞬间，一段尘封万年的古老记忆汹涌涌入识海。幻境之中，白发丹师在炉前癫狂大笑，青铜丹炉猛然炸裂，冲天烈焰吞噬整座丹房，画面碎裂消散，上古文字缓缓浮现，记载着这名丹师毕生修行底蕴以及临终推演的绝世丹方。此丹逆天而行，难容天道，丹师以自身性命为祭，只为留存一脉传承。我猛然回神睁眼，手心微微发汗，这枚玉简之上正是早已绝迹的九转造化丹炼制之法。九转造化丹传说可重塑灵根，逆天改命，早已在岁月中失传，如今完整传承落入我手中。就在此时，石壁外侧一道阴冷的声音缓缓传来，杀机暗藏。给我挖，他必定坠入地裂，那枚玉简绝对不能落入他的手中。地面裂开的瞬间，苏清月只来得及看见林晨的身影被黑暗吞没，自己便坠入了另一侧的深渊。冰灵根本能爆发，寒气在他脚下凝成一道冰柱，勉强拖住了急坠的身形。他落在一条由万年寒玉铺成的甬道里，四周温度骤降，呼出的气息瞬间凝成了冰霜。苏清月稳住呼吸，抬头望去，甬道尽头，一座通体由玄冰铸成的宫殿静静矗立。他的冰灵根在靠近这座宫殿时，前所未有的活跃起来，仿佛感受到了同源的呼唤。冰宫大门紧闭，门楣上刻着一行早已失传的上古冰文，散发着幽幽的蓝光。他伸出手，指尖触碰到冰文的瞬间，整扇大门轰然洞开，像是在迎接主人的归来。门后是一座空旷的大殿，殿中悬浮着一枚拳头大小的冰蓝色晶核，缓缓
缓自转，金河每一次旋转都有一股极寒之力荡开，大殿四壁的寒冰随之泛起层层的涟漪。他的心脏猛地一紧，那是上古冰凤的传承之河。他曾在宗门秘典中见过关于他的残缺记载，传说冰凤陨落前将毕生修为凝为一枚冰核，留给后世有缘的冰灵根修士，千万年来却无人寻到。他刚迈出一步，一道冰冷刺骨的传音便从冰河中涌出，直冲他的识海。欲成无之传承，须以冰心破心魔，非大毅力者，便化作这殿中冰雕。话音落下，殿门轰然关闭，极寒之力化作无数冰刃，从四面八方朝苏清月绞杀而来。苏清月拔剑旋身，寒冰剑气与冰刃相撞，碎裂的冰晶在他周身展开一片刺目的银白。从未被任何心魔拦住过脚步，你也不行。冰河猛地一震，传出苍老的笑声，随即化作一道流光，直直没入他的眉心。苏清月闭目盘息，周身冰芒大盛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识海里忽然浮现出凌晨坠落方向的一缕气息。他猛地睁开眼，你就在附近。苏清月感应到凌晨气息的瞬间，丹房外传来一声巨响，石壁被强行轰开了一个缺口。玄阴长老带着几名心腹冲入丹房，目光第一时间锁定了我手中的玉剑。丹方，把它交出来，本座可以考虑留你一具全尸。我不动声色地将玉剑收入袖中，指尖已经暗暗扣住了3枚压缩灵气弹。玄阴长老冷笑一声，金丹后期的恐怖威压轰然爆发，整座丹房的温度骤降。几名心腹弟子同时出手，几道不同属性的术法从四面八方向凌晨绞杀而来。我脚下步伐急转，身形如同游鱼般从术法的间隙中穿过。我抬手反击，压缩灵气弹精准命中2名弟子的灵气运转节点，两人闷哼一声瘫软在地。但玄阴长老等的就是这一刻，他在我出手的间隙动了，身影快如鬼魅。玄阴长老一掌拍出，磅礴的阴寒灵气化作黑色掌印，直取我的胸口。我仓促格挡，却仍被一掌震飞，后背重重撞在青铜丹炉上，嘴角溢出一丝血迹。玄阴长老不给我喘息的机会，伸手凌空一抓，我袖中的玉剑脱手飞出，玉剑稳稳落入玄阴长老手中。他神识探入，瞬间狂喜失声，竟然是9转造化丹！玄阴长老攥着玉剑仰天大笑，眼中满是疯狂与贪婪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逆天改命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丹房四壁的上古铭文猛然亮起刺目的红光，整座丹房开始剧烈震动。原来那位上古丹师临终前在玉简上留了禁制，任何人在读取后都会触发丹房的自我毁灭。玄阴长老大惊失色，顾不上灭口，一挥袖袍，带着心腹朝缺口疯狂逃窜，消失在甬道尽头。碎石不断砸落，我擦去嘴角的血迹，从袖中摸出另一枚备用玉简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在神识读取的瞬间，我就把整部丹方一字不差地复刻了下来。烟尘缓缓落定，我刚将备用玉简收入袖中，一道白色身影便从甬道缺口飞掠而入。苏清月落在我面前，目光扫过我嘴角未干的血迹，眸中寒意如冰刃乍现。玄阴干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正要将复刻玉简的事告诉他，甬道深处忽然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，两人同时警觉，循声穿过坍塌的丹房后墙，进入一条从未有人踏足的古老甬道。甬道尽头，一片暗紫色的血迹在幽蓝荧光下格外刺目。血迹尽头蜷缩着一个少女，她看上去面容苍白如纸，额角却生着一对漆黑小角，皮肤上隐隐浮现暗紫色的魔纹。苏清月瞳孔一缩，长剑出鞘3寸，寒冰剑气瞬间弥漫四周。魔族，我伸手按住她的剑柄，目光落在少女左肩那道深可见骨的剑伤上，伤口边缘残留的是纯正的人族灵气。我蹲下身，又看见少女身下那片用鲜血歪歪扭扭画了一半的阵法，笔触稚嫩的像初学符箓的幼童。她不是从外面进来的，她是从秘境里面逃到这里的。话音未落，少女猛地睁开双眼，紫色的瞳孔里满是恐惧，一把死死抓住我的手腕。话音未落，少女猛地睁开双眼，紫色的瞳孔里满是恐惧，一把死死抓住我的手腕。求你不要让他们抓我回去，告诉你这座秘境的秘密。苏清月的剑锋停在半空，冷声问道：他们是谁？秘境里还有多少魔族？少女浑身颤抖，嘴唇发白，只吐出几个字：不是魔族，是人，是一直住在这里的人。我和苏清月同时变了脸色，这秘境已经开启了数日，竟有人一直住在里面。我沉默片刻，从袖中摸出一枚疗伤丹药，轻轻放进少女的手心。少女怔怔地看着掌心的丹药，紫色眼眸里恐惧未消，却多了一丝从未见过的光亮，那是被人施以援手的微光。阿离怔怔地看着掌心的丹药，片刻后才颤抖着将它送入口中，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。谢谢你们愿意救我。你刚才说这座秘境的秘密是什么？阿离深吸一口气，撑着石壁缓缓站起身，目光望向甬道深处的黑暗。这座秘境不是遗迹，是我的族人守丹一族世代守护了数万年的圣地。我和苏清月对视一眼，眼中同时闪过震惊之色。秘境开启数日，外界都以为这是无主的上古洞府，
数万年前，冰凤大人陨落前，在这座秘境的至深处立下一座丹碑。我们一族的使命就是守护它，直到继承者出现。你能进入冰宫，拿到冰凤大人的传承，你就是冰凤选中的人。苏清月下意识抬手触了一下眉心，那枚冰凤金盒在他识海中微微震动，仿佛在印证阿离的话语。你说你们世代守护丹碑，那你为什么会浑身是伤，逃到这里？阿离的表情瞬间暗淡，双手紧紧攥住衣角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因为我是全族唯一的子谋，在族规里，子谋被视为不祥之兆，我被禁止参加成年试炼，更被禁足，不准靠近丹碑。可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我只是想看一眼丹碑，想知道自己生来到底被诅咒了什么。叛族者阿离勾结外人擅闯圣地，按族规杀无赦。执法长老的降魔杵高高举起，金丹期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的山岳，照三人当头压下。身后的青铜甲胄卫士齐齐亮出兵刃，金属摩擦声在狭窄的甬道里格外刺耳。叫你们快走，不要管我，这是我族的事，和你们无关。就在降魔杵即将落下的瞬间，我忽然一步上前，声音平静的不像是一个被围杀的人。你杀了我们，丹碑永远打不开。执法长老的降魔杵停在半空，他的眼睛微微眯起，杀意未退，却多了一丝犹疑。庶子信口雌黄，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妄言我族守护万年的丹碑？我不紧不慢地举起手中的玉简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。凭3件事：第一，你族守护丹碑数万年，却从未打开过它，说明你们缺少关键的条件，而不是时间。执法长老眼神一沉，没有反驳。身后甲胄卫士面面相觑，这正是全族数万年无人敢说破的心结。第二，我手中这张丹方和你族守护的丹碑铭文完全吻合。执法长老瞳孔微缩，神识一扫，便确认铭文与丹碑符箓同出一源，脸上的笃定终于裂开一道缝隙。第三，我侧身指向身旁持剑而立的苏清月，她是冰凤亲自选中的继承者。苏清月眉心冰芒一闪，一缕纯正的冰凤气息蔓延开来。执法长老的降魔杵微微一颤，冰凤为什么偏偏在数万年后的现在选中一个人族修士？丹道继承者，冰凤继承者，守丹族血脉，我们3个就是丹碑等待了数万年的3把钥匙。你杀了任何一个人，你族的使命就永远完不成了。甬道里一片死寂，执法长老握着降魔杵的手指节松开又攥紧，最终缓缓垂下，不再执意发难。执法长老的降魔杵终于完全垂下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转身沉声开口：跟上，我带你们去圣地。甲胄卫士在前方开路，穿过守丹族村落时，无数族人从石屋中走出，目光复杂地注视着阿离。阿离低着头，紧跟在我身后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跑到路边，脆生生开口呼喊：姐姐，你回来啦！阿离的眼眶瞬间红了，他用力点了点头，脚步不再迟疑，昂首穿过这条走了10多年的主街。村落的尽头是一条通往地底更深处的古老石道。执法长老在入口处停住脚步，神色凝重。过了这条石道就是圣地祭坛，丹碑就在那里。但你们要有准备，圣地外围的上古禁制密集如林。话音未落，一名哨兵模样的守丹族卫士匆匆从侧翼跑来，神色慌张地在执法长老耳边低声禀报：不可能，那里只有一条废弃万年的运丹密道，族中记载早已坍塌。密道的入口在什么位置？根据族中古图记载，密道入口在圣地东北方向，对应的地面位置是一座上古丹房。我和苏清月同时变了脸色。上古丹房正是凌晨坠落之地，也是玄阴长老夺走玉简的地方。他抢走的那枚玉简里，除了丹方，还有上古丹师生前标注的周边地图。密道入口就在丹房范围内，所以他从丹房废墟找到密道入口，绕过整座村落，正面防御，直接插到了圣地祭坛后方。他在密道里走了多久？从禁制被触发的时间推算，他至少比我们早了将近1个时辰。1个时辰足够金丹期修士完成很多事情，比如在圣地祭坛外围布下一座困杀大阵。执法长老不再犹豫，挥手下令甲胄卫士全速前进。一行人冲入石道，朝圣地祭坛疾行而去。石道尽头豁然开朗，巨大的地下祭坛映入眼帘。祭坛外围石殿中已然亮起幽绿色的阵法光芒，那座困杀大阵已经布设完成。
我们三人冲入石殿的瞬间，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，混着阵法燃烧后的焦灼味道。石殿地面上幽绿色的困杀阵纹密密麻麻铺展开去，17个阵眼节点正散发着不祥的暗红色脉动。玄阴长老站在阵心中央，负手而立，看见我们闯入，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。来得好，正缺最后一道引子。苏清月的目光越过他，落在石殿角落，2名守丹族族人被铁链吊在石柱上，全身精血已被抽干，他们身上还穿着守丹族日常布衣，其中一人手指还保持着临死前想要挣断铁链的蜷曲姿势。苏清月极少动怒，此刻眼中寒意却足以冻结整座石殿。以活人血迹破解上古禁制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正道？2个蝼蚁而已，等我拿到9转造化丹逆天改命，谁还记得这点代价？他话音未落，困杀大阵猛然扩张，幽绿色光幕将整座石殿连同入口全部封死，17个血迹节点的红光同时亮到极致。我立刻打开神识视野，17个节点全部以活人精血驱动，需要时间破解。苏清月没有回应，她的身体微微发抖，并非出于恐惧，而是眉心冰凤晶核正在不受控制的剧烈震动。冰凤残魂在她的识海里感应到一切，感应到自己亲手设下的禁制被人用同族鲜血亵渎。玄阴长老察觉到异样，厉声催动困杀大阵全部威力，17道血色光柱同时朝着我们轰杀而来。血色光柱即将落下之际，一道冰蓝色光芒从苏清月眉心冲天而起，一声清月暴怒的凤鸣响彻整座地下祭坛。巨大冰凤虚影自苏清月体内展开双翼，极寒之力如海啸般席卷石殿。17道血色光柱在空中被冻结成冰柱，随即寸寸碎裂。困杀阵幽绿色光幕爬满冰霜，17个血迹节点在冰凤威压下如同纸糊，接连崩裂熄灭。玄阴长老脸色骤变，连退3步，失声嘶吼：“不可能！这是万年前的上古残魂，怎么可能还在？”冰凤残魂垂下巨大头颅，冰蓝色眼眸冷冷锁定下方玄阴长老。冰凤残魂的冰链将玄阴长老凌空吊起，血迹之力与上古铭文剧烈冲突，玄阴七窍渗血，在冰链中猛地一僵，气息断绝。冰凤残魂收拢双翼，化作最后一道冰蓝色余光，消散在祭坛上空。3名心腹弟子瘫跪在地，执法长老率领甲胄卫士冲入石殿，目睹惨烈的血祭现场与玄阴长老的尸体，单膝跪地，朝着冰凤消散的方向深深叩首。丹杯之前3道光芒同时亮起，分别是我的复刻玉简、苏清月的冰凤气息、阿离的血脉手印。9张丹杯轰然震动，9转造化丹的完整丹方与冰凤契约化作3道印记，深深刻入3人识海深处。秘境出口晨光大盛，青蓝宗宗主带领众位长老在此等候。留影灵石记录的真相公之于众，执法长老当众宣布，守丹族与青蓝宗结为世代盟友。阿离披着遮掩小脚的斗篷，安静站在我与苏清月的身后。青蓝宗宗主大殿内，宗主端坐高位，沉声宣判奖惩。玄阴长老以活人血祭触怒上古传承，咎由自取。殿外弟子欢声雷动，庆贺3人立功受赏。1个月后，灵脉洞府之中，我将5种秘境灵药整齐排布，眉头微微蹙起。苏清月端着一杯灵茶走入洞府，看向桌面的灵药。9转造化丹的9味材料，5味已齐，剩下2味万年冰髓和9阳烈焰草，宗门库房里没有，还有2个只有传闻。我拿起一枚从秘境破译而出的残图玉简，缓缓开口：万年冰髓只产于极北雪原，9阳烈焰草只生长在大周国南疆的岩谷，这2个地方都不在青蓝宗的地界内。苏清月放下茶杯，在桌上展开一张泛黄古地图，修长手指点在极北与南疆2处标注地，2地之间隔着一整片辽阔大陆。他抬眸看向我，眼底带着笑意，语气平淡柔和：所以我们要出远门了。阿离推开房门，探进半个脑袋，怀中抱着一卷守丹族全新整理的上古丹道典籍，认真举手说道：我也去。长老说了，守丹族世代积累的灵药图谱里有那2种材料的详细记载，而且我还没见过外面的雪。洞府外的山道上，一名头戴兜帽的黑影悄然转身，一只漆黑如墨的传讯封从其袖中飞出。这是魔道天音阁的追踪秘术。传讯封的复眼里清晰倒映出洞府的灯火，以及窗纸上3人收拾行囊的剪影。